我闺女明天就要结婚了，家里要来好多客人呢，我把家里收拾一下。谁呀？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！哎，亲家呀，来来来，快进来！好好好。亲家母，来来来，坐，还拿什么东西呀？这也没拿什么，就随便买2箱东西。我说亲家，这明天2个孩子就要结婚了，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？我今天啊，就是问问你们这边结婚能去多少人啊？你问这个呀？你看看我的朋友啊比较多，再加上我就静静这一个宝贝闺女，要去20桌吧。什么20桌？亲家，你看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，这酒席的钱，我这手里还没凑够呢。你说你们家再去20桌人，这一下子要不少钱呢。亲家母，前段时间我和小志已经商量好了，他说酒店你们都订好了。是订好了，这不是钱没凑够吗？你说你们家这去20桌人，再加上我们家的，这酒席肯定要不少钱呢。这样吧，亲家母，要不你给我借点，借30万。亲家母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你看，这带喜开的事都是男方出钱，你现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借30万，我感觉不太合适。亲家，你看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吧？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这咱们2家这马上都成一家人了，这借30万，别人又不知道，只是咱们2家知道。再说了，亲家，你说这个钱我要是凑不够的话，这明天的婚就不能结，这不能结婚，你说你们家丢人不是吗？亲家母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这2个孩子明天就要结婚了，不能说不结就不结呀。亲家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这2个孩子结婚是好事，我也没说一定不让他们结，这让不让他结，这决定权在你手上呢。你只要把钱拿给我，这酒席的钱不就解决了吗？就没什么事儿了呀。亲家母，你不能这样呀！以前是咱说好的，我们家不给你们家要彩礼，这酒席钱你们家出，这样的话我感觉不合适。什么叫不合适啊？这和以前能一样吗？以前是你闺女还没怀孕呢，你现在闺女可是怀着孕呢，肚子都大了。这到我们家结婚啊，这丢脸的是谁啊？是我们家的脸面。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静静，你起床了。阿姨，妈，这你们在说什么呀？静静，这你和小志明天就要结婚了，今天你阿姨过来说带喜开没有钱，给我们家借30万块钱。阿姨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这明天我和小志就要结婚了，你今天突然给我们借30万，这我们哪能拿得出来呀？静静，你说这话，那我就实话实说吧。就因为你们明天结婚，所以今天我才来跟你妈借30万的。如果这30万拿不出来，这个婚啊也甭结了。阿姨，这婚怎么能说不结就不结呢？我这可怀着小志的孩子呢，要是不结婚，这孩子怎么办呀？是呀，亲家母，这静静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家的血脉呀。血脉不血脉，这个我管不着。亲家，你要想让他们俩结婚，那好办得很啊，你就拿出来30万，这我就让他们俩结婚了，这有那么困难吗？阿姨，你说这话不怕让别人笑话吗？人家都说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你这算什么君子啊？你这明明是趁人之危，趁火打劫。呀，这小嘴叭叭叭的，还挺能说呀。那今天把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反正啊，我就是个女人，我就是爱钱，只要不拿出这个钱啊，你们就结不了婚。你说说，你女儿怀着个大肚子，结不了婚，这别人笑话谁呀？还不照样笑话你们家？想要脸面的话，就赶紧把钱拿出来。亲家母，怎么说话的？越来越过分了。我看你也不是给我们来借钱的，你是来要钱的吧？这还真被你说对了。
这个钱我压根就没想着还给你们。如果要还的话，我还需要来找你们家借呀。亲家母，这以前咱们是商量好的，这明天就要结婚了，你为什么突然跟我们家要30万呀？突然跟你们家要30万，你不看看你女儿，这别人家娶媳妇儿那都是高高兴兴的。你看你闺女这肚子都那么大了，这结婚的时候来的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的，哪一个不知道呀？都知道你闺女不检点，这是我们家的脸往哪搁呀？我跟你说，要这30万，这是给我们家做的补偿。补偿？你可别忘了，这静静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家的大孙子。阿姨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呢？如果你早一点说要我们出这个30万，这个孩子说什么我都不会要。早说，我就知道早说你们肯定会这么做，所以我就故意拖到就是今天来说，明天就结婚了。我看你们怎么办？你们要不把钱拿回来，要不然这个婚就别结了，把孩子打掉。你可别忘了，你闺女现在都已经6、7个月了，打掉孩子的话，那受伤害的可是她的身体。我真没想到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出来，这孩子都6、7个月的月份了，现在要是打掉孩子，对生命会有危险的。你也知道现在打孩子有生命危险呀，那你把钱拿出来，你闺女不是不用去打孩子了吗？这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多简单的事啊！钱，你就知道钱，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钱。钱，我当然看钱重要了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离了钱能办事情吗？有钱什么事都好办，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没钱你什么事情都办不了。阿姨，这明天又结婚了，这你想要30万，我们去哪给你弄呀？这想凑也凑不出来呀。是呀，亲家母，今天这事小芝她知道吗？小芝需要知道吗？我是他妈，我们家我做主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妈，你别和他说了，现在他满眼都是钱。我给小芝打电话，我让他过来看这个事儿怎么说。喂，小芝，你现在赶紧来我家。去你家？你妈现在在我家呢，你快点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妈，你等一会儿，小芝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就我儿子打电话，我儿子就算来了又怎么样？我是他妈，他什么都在听我的。静静，怎么回事啊？小芝，你过来了。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怎么不过来？这明天你们就结婚了，我当然要过来跟他们说清楚了。小芝，你妈今天来上我们家，给我们家要30万，这个事儿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什么干什么呀？儿子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妈今天来跟他们要30万，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你啊！有这30万，妈可以给你买一辆豪车了。你说，等过了这个时间，你再想要，人家也不理你了呀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，你忘了呀？小芝，以后你只要能对我们家静静好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阿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对静静好的。那好，小芝，这个我们家1分彩礼都不会给你们要的。是呀，小芝，我知道你们家的条件不好，你妈一个人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。我已经想过了，静静出嫁的时候，我要陪嫁300万，以后你们2个就能过上好的生活了。阿姨，你要给静静陪嫁300万？是啊，小芝，我妈就我这一个闺女，她的钱不给我还能给谁呀？那好，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以后我们也会对你好的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阿姨就放心了。什么？给你赔出300万？儿子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亲家母，你看这样都是一场误会。你说你赔出300万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知道这的话，怎么样也不会来呀。为什么呀？刚才来我们家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这样说呀？现在你一听说我们家要陪嫁300万呢，你立马就变了。刚才是怎么说的呀？
亲家母，你小点声音，你说让别人听到了，这多不好呀！亲家母，现在你说我声音大呢，怕别人听到。刚才你来我们家的时候，大呼小叫的，怎么不怕别人听到呀？现在又这样说呢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婚呀不结了，你还是滚吧。亲家母，别生气啊！怎么能不结呢？你看这静静还怀着孩子呢，这不结婚，这孩子怎么办呀？亲家母，就我们家这条件，你觉得这个孩子我们家养不起吗？我可告诉你，这孩子生下来跟你们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这怀着可是我们家的大孙子呀，这怎么能不结婚呢？这明天这亲朋好友我都通知过了，这不结婚，你明天我怎么去跟他们交代呀？阿姨，这我跟静静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可不能不让我们在一起啊！小智，让你们两个在一起也可以，我给你两个选择。你要真想和静静结婚的话，就和你妈断绝来往；如果你要不跟你妈断绝来往，你就带着你妈从我家滚出去。那个妈，你还是走吧。好啊，你个不孝子，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不要你妈了。行，我走。那个阿姨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我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。小智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以后你和静静在一起，只要好好对她就行了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对静静。那好，有你这句话，阿姨就放心了。